严云啊，结束了，就等宣判了。不用紧张，他们一定会拿到审委会上去做决定，不会当庭宣判的。当日，杨院长因病缺席，齐衡主持了审判委员会会议。会上争论激烈，齐衡的意见说服了大多数，做出了决定。全体起立。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后，一致认为，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罪罪名不成立。本庭依法宣告被告人王鹏无罪，当庭释放。闭庭。结束了，也判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让我猜一猜，是不是马上执行，立刻枪毙？证据不足，当庭释放。什么？按事先安排的，所有人马上离开现场。曾主任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这怎么闹成这样啊？杨院长呢？哦，杨院长生病住院了。是啊。里头怎么样了？里边跟我进去看看。吴叔叔啊，我是怀公啊。哎呀，我跟您说呀，真是越怕出事儿越容易出事儿啊。中央派人来暗访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听朋友说，齐衡放任那些学生在门口闹事儿，还坚持不报公安，不请公安帮忙。您看现在在网上这事儿已经炸开了。哎呀，吴叔叔啊，这您是不是要给上面打个招呼呀？好了，小罗，别说了，这是工作上的事情，我们会处理。不关你的事儿，以后别因为这些事情给我打电话。罗总真是料事如神，一切都按照您的预料在发展。不是我料事如神，是你工作能力值得肯定。谢谢罗总。那些人呢？都已经安排分头离开齐州了。好。齐衡这回是不是就完了？不一定。江斌同志啊，是我。你听我说，凡是今天与法院有关的视听节目和新闻稿件，都必须客观公正，防止片面和偏激带来负面影响。好的，申远书记放心。就这样。哦，对了，申远书记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建议马上召开常委会，给今天的事件定个调子，不然任由网络上的段子满天飞，会严重混淆是非，滋生谣言。等我从省委赵林书记那儿回来就开会，
谢刘秘书。好，马上通知下去，今天晚上9点半开市委常委会。对，晚上9点半。进。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呢，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？有事儿，说事儿。刚刚我们看了监控了，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人在捣鬼，这个事儿一定没有那么简单。进。哟，都在啊！啊，轩，吃饭了吧？有事儿说事儿。那个李院长说，今天这个事儿吧，院长就有必要开个会议议，给上面打个正式的报告，说明一下情况。我正写着呢，几点啊？7点半。知道。轩，你也不要太过于着急，事情不该发生了，它也发生了，啊。王主任，谢谢你啊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今天啊，我吃饭是不积极，但是我的思想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们放心，抓紧时间吃饭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这次群体事件，除了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以外，作为中院的副院长齐衡同志疏忽大意、放任自流，也有直接关系。作为负责人，他要负连带责任。我完全同意齐勇同志的意见。齐衡他如果说能够保持高度的警惕，这起事件完全可以化解在起始阶段啊。我建议常委会立即做出决定，责令齐衡停职反省，并且通报省高院，征得省高院的理解和同意。至于后面的处理嘛，那就看他反省的程度。赞成，应该是这样的处罚，给人民群众一个看得见的交代。我同意，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表明我们的态度。我们现在已经很被动了，现在必须争取主动。怎么这么晚开会了？开会啊，开晚了。还没吃饭吗？是啊，吃点东西。哟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这都是你做的？对啊。哎呀，看来什么事儿都得是多学多练的啊。我说齐衡，你说你这一根筋，把所有人都得罪了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做法官呢，心里边得有杆秤啊。是，我理解你，但是他们不理解啊。像受害者家属，他们恨死你了。哎，我说，你不会被下课吧？哎呀，把事儿做对了，下课也没什么关系，顺其自然吧。真不懂你。我个人呢，赞同刚才李元同志的意见，但是
这得跟高院的领导同志充分协商之后才能确定。因为大家知道，省中院的人事权不在咱们市委，而祁红同志他的过错仅仅是失察，不是失职，所以对他的处理分寸一定要把握好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石岩书记说的对，这个度一定要把握的十分精准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建议啊，这次事件不能只处理祁恒同志一个人，理工大学那边相应的负责人也应该进行追究处理。都是些学生，就算你调查清楚了，又能怎么办？抓起来吗？这不又造成了更大的社会矛盾了吗？查肯定是要查的，但今晚重点的讨论是对祁恒的处理。那我再提一个疑问：如果我们一下子把他给处理掉了，那么谁来抓刑事审判呢？我再说一遍啊，祁恒同志会不会被省高院停职，这暂时还不知道啊，得等到跟省高院充分协商以后才知道。但是，咱们市委必须有个鲜明的态度，群众的情绪必须得到疏解，还有省委那边也必须有个交代。这就需要有人对此次群体事件负责。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事先我们就知道会有动静，但只知道是有学生在征集签名，没想到事情会闹那么大。我看啊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这次一定是有人花了大本钱，一定要把祁元给弄下课。可是这个案子判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远远大于案件本身。如果就因为有群众闹事儿，就让一个法官副院长下课的话，我都三观都要毁了。呦，你什么时候有三观了？行了，我不跟你开玩笑了，烦死我了，我去跑一下。哎，这天都这么晚了，你注意安全，别说第二个屈小燕儿。说什么呢你？呸！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真的得注意安全啊。好。来了。他到底给你多少好处？祁恒，你这个骗子！吴书记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在停职不能马上实现，又要向社会各界进行交代的情况下，能不能让祁恒同志顾全大局，主动辞职？哎，我看这个办法可行。你看，这既绕过了复杂的程序的延宕啊，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人事变动，而且群众一看，中院的副院长都引咎辞职，那他们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不是很快就得到了抚慰啊？而且呢，省委的领导人一看，责任人也明确了，这板子呢也拍到了具体人的屁股上，这办法好。各位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？各位，我了解祁恒。如果你是因为他判错了案而让他辞职，他马上就会答应。可是，仅仅因为他没有预料到会发生群体事件，而就让他引咎辞职，他万万不会答应。
罢免不了，辞职又不辞职，他就不负责任了。吴书记，刚才启航同志突然晕倒，送到医院去了。医院的院长来电话说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需要时间静养。啊，知道。曾主任带来一个消息啊，齐恒同志身体不适，突然晕倒了，已经送医院抢救。医院谢院长说，他的身体无大碍，但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他病了，让他心安理得的好好休息休息。而我们市里不对齐恒同志目前的状况做任何特别说明，而省委那边我会马上做出交代。要有什么批评，我意见单了。吴书记，你对下面的干部真是太好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是这个班子的班长，我不扛谁扛？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市委这边马上跟省高院沟通，在齐恒同志病休这段期间，建议省高院让张延军同志主持刑事的审判工作。另外，今天的会议精神，马上起草一份正式的报告，上报省委，并且通报省高院。马姐，我得回去编程，先走了，帮我照顾好他。没问题，你赶紧走了。你到家给我发一信息，我有啥事儿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拜拜。你怎么找醒人啊？哎，别叫！哇塞，真的吓死我了你！嘘，我醒了，我没晕，我是装的。你装的？那医生怎么会说你？那是我同学，他跟我一起装的。你真的把我快吓死了！不用吓死，啊，我心里有数。我问你啊，那个部长在门口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没听见。啊，你说胡部长他跟我说让你注意身体，不用着急去法院。哦，还说如果吴书记有空的话，也会过来问问你的。慰问什么呀？哎，你看看我这一晕倒，给他们省了多少脑细胞，还慰问。齐然，我真的觉得好纳闷啊！你的演技怎么那么高超啊？啊，你怎么那么能装呢你？我也不是装，哎，昨天我看见曲怀仁啊那么痛苦的样子，你不知道我那个心里边，我就挨了一闷棍一样，我差一点我就晕过去。腾腾，哎，大叔不愧是大叔，套路真多。没有套路，逼的。你看啊，这领导们都想，哎呦，怎么对这个齐恒这个人这么个死磕分子啊？怎么判的？是这样也不合适，那样也不合适，到底怎么？所以你就自己给自己下了判说，在这儿装晕。对了，我这一晕啊，那些领导就嘟嘟嘟嘟嘟都有台阶下了，这叫一晕解千愁。你没听领导说吗？哎呀，叫他好好养病吧，啊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一心只得把病养，哎，多好啊！真品。疑罪从无的当中，所蕴含的人人平等、公平至上的法律理念，到今天为止，都是有着永恒的价值的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就应该当庭释放。我比较同意。这个疑罪从无，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？它是要强调证据的作用，对吧？你要是没有铁证证明人家有罪，你可不就得推定人家是没罪吗？这个是疑罪从无的观念呢。相反的一面呢，就是疑罪从有了，那样就会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。
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来说，如果你放过了一个坏人，那么就相当于法律没有主持公道。可是如果你冤枉了一个好人，就说明伤害了一个无辜者，再不作为的恶也比作为的恶要好得多呀。如果我们放走了一个坏人，那仅仅是犯了一个错误；但是如果冤枉错杀了一个好人，那就是犯了双重的错误。如果你冤枉错杀了一个好人以后，就会停止对真正罪犯的追捕，放走一个，错杀一个，这不清楚了？我不管，反正你放走一个坏人，你就是有点不负责任。你比如说，王鹏的嫌疑最大，除了他，我们找不出第二个嫌疑人来，那我们就应该在他身上深挖深找，直到找到为止嘛。胡部长，大家都到齐了，咱们开会。今天下午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，主要有3个议题。在会议召开之前，咱们先请市委组织部的胡部长传达一项任免事项。同志们，昨天晚上，市领导连夜召开了常委会，研究了昨天发生在我市的群体事件。会上，常委们一致认为，分管副院长齐恒同志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今天上午呢，齐恒同志已经由医院转到家里休养了，我也到他家看望了他，同时向他传达了市委会议精神。齐恒同志对此有了一些认识，在他养病期间，他会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。今天上午，市委领导和省高院领导商定，在齐恒同志养病期间，他负责的刑事审判工作，暂时由副院长张延军同志代管。好，咱们继续开会。齐安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再叼点东西。叼点东西。我给你带了一些好喝的，还有苹果什么的。叼的好吗？好啊。知道我为什么叼的这么好吗？你说说。因为后悔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说我几年前啊，连炒鸡蛋都不会。真的。以前啊，我工作完了回到家里，我就希望有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在家等着我，给我做饭。其实说白了，这就是大男子主义，就跟郭念说的一模一样，自私、自利。他姐走了以后啊，我就特别的后悔，我就在想，我错了，我为什么不改变一下？如果我稍稍改变一点，他就不会跟我吵架，他就不会离家出走。每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有一次啊，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，我就看见这个盘子上啊、碗上啊那些配菜呀、那些小兔子、小龙、小凤、小猪、小狗，哎呦，活灵活现的。我就在想，
那死物都能变成活物，那我一个大活人，我为什么就不能重新开始？从那儿开始，哎呀，我就买了这些东西啊，我是没日没夜的我就学，一有空我就学，睡不着觉我就学，做饭也是，哎，慢慢，我就变得，哎，雕的也好，做的也好，我就想有朝一日他的姐姐郭念回来了，我就跟他说，郭念，哎，我现在再也不大男子主义了。哎，我不需要你小鸟依人，我不需要你做饭，我就可以给你做了。我现在是小鸟依人啊，我呢再也不打男子主义了，我呢家庭妇男啊，你早上吃饭我早上给你做，你中午想吃饭我给你做午饭，你晚上想吃饭我给你做晚饭。哎，我不上法院上班了，我就在家里边当一个家庭妇男。从今往后，齐州就多了一个叫齐大厨的人。以后我不叫齐法官了，我就叫齐大厨。齐大厨来了，天天给你做饭。齐月，你哎呀，我就不应该考政法大学，我就应该考一个厨师学校。齐月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你都有点把我吓到了。我觉得你可以跟我说说心里话，真的，齐月，我觉得你先别雕刻了。你有什么话？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真实想说的话给说出来。真的，齐月，我知道。其实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，这个案子本来应该是我的，是你为了保护我，所以你揽到你自己的身上，现在才会这个样子。我看到你这样，我真的特别难受。所以你如果有什么情绪的话，你就是抒发出来，行不行？你就抒发出来，你不要憋着，你应该抒发出来。我抒发出来了。你这种抒发的方式不对，我告诉你怎么抒发，你抒发。那，比如说有面子囊吧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会怎么抒发？你给我看着啊！我活噻，活嘛，好活得很。甜不甜？哎，回来了。你咋了？不要，你拿。别。老侯，我们在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官网的协查通报中发现，他们在找一个女子。这个女子呢，很可能是嫌犯王鹏的女儿，王春兰。王春兰？对。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达州市前阵子抓了一个强奸和诈骗的嫌犯，在他的手机里面发现一些照片，其中就有形似王春兰的照片。达州市视觉？对的。我查一下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照片。这个
不就是王春兰吗？老侯，就我在想，这王春兰是王鹏的女儿，而案件呢还没有被侦破，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你这样，联系达州市局，让他把这个女的和嫌犯的所有资料都发过来。行。晨儿啊，来碰一下。吃啊！晨儿啊，最近有没有打算买房啊？有。准备在几环啊？2环。哎呀，那好啊！哎，晨儿，赶紧吃啊！哎呀，别光吃素的啊！哎，吃自己吃。来，谢谢。你看看你瘦的，让人就心疼啊！多吃点，多补啊，长身体嘛。哎，对我们这马拉松还满意吧？满意。马拉松，哎。你看人家晨儿多好啊！一会儿下午接着聊啊。妈，我下午我有事儿，我得去跟领导汇报工作。哎呀，这大周末的汇报什么工作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也知道我是法院的，我们法院的事儿特别的多，我下午还要去给领导汇报工作。我一会儿我就自己随便吃一点，你们聊，不用管我。哎，不是，哎呀，你觉得这孩子这么多菜都没……哎，不行了，妈，领导非常着急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先走了啊，我要先认识你，拜拜。哎，晨儿，没事啊，那个，哎，你慢慢吃，那阿姨去就来啊，稍等啊，马上。吃，别动啊！好，哎，老侯，达州的资料传过来了吗？刚好我正在看呢，来，你也来看一下。这些都是他的。等会儿，签一张，倒回去。你看他那个后腰那边是不是有个黑痣啊，还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大黑痣。拿这个照片去跟王春兰比对，如果对得上的话，那就可以确定是王春兰。好，那行，我就从政治部和宣传部各调一位同志过去。这2位同志都是在基层有很深的工作经验。我接个电话。哪位？哦，侯明杰啊。什么？当面向我汇报。好，你过来吧。刑警支队的支队长说有个重要事儿要跟我这汇报。那我再问一下，那天在法院闹事的带头的，最后总共抓了几个？我们掌握的范围非常小，只抓了5个，还真是区长和林法官他们家的亲属。考虑到具体情况也着实令人同情，所以只做了治安处罚。其他几个打砸抢烧的，我们调取了监控，发现他们的面部有遮挡，无法看清五官，所以也没能抓得住。看来这幕后的确是有坏人。沈进，明杰曾主任也在。这样，你们先忙工作，我呢回机关去。那我送去。哎，别，这公安的工作是大事啊。行戴局长，你替我送一下啊。我在。曾主任慢走。好嘞，戴长。说吧。什么情况？达州市局抓获了一个强奸敲诈的嫌犯。从这个嫌犯的手机里呢，发现一个女孩的照片，他们觉得这是重要的人证，就在网上呢发了协查通报。我跟郝兴一看就发现这女孩就是咱们市916案件王鹏的女儿王春兰。据这个嫌犯交代呢，他说这个女孩是他嫖宿过的一个卖淫女，
但是在哪儿发生的性交易，他说不记得。我觉得这里边有问题。我怀疑这个事情跟916案件有联系。查到底，叫那个王春兰到局里来。是，去。小肖，赶紧给我走一趟。哦，行，我回来再跟你说啊。这么着急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快说。喂，苏总，我现在有点急事儿，罗总吩咐的那件金件的材料，我晚上回去再加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警察又到王鹏家去传唤他的女儿。王鹏正拿着刀跟警察拼命呢，陈叔正赶过去。这王鹏刚放出来没多久，就敢拿刀子和警察拼命了。这果然是人渣中的人渣呀！卖淫女？对啊，公安那边的信息说，嫌疑人交代，他跟这个卖淫女有个性交易，说这个嫌疑人不仅是诈骗犯，又是强奸犯。我们可以大胆的设想一下，916案是故意杀人案，而达州那边呢又抓住一个强奸犯，而这个强奸犯正好又和916案嫌疑人的女儿发生过性交易。会不会是达州的嫌疑人和王鹏共同作案？达州的嫌疑人是主犯，王鹏辅助。后来主犯逃走了，留下了王鹏。王鹏在现场留下了马甲，要不然怎么也解释不了王鹏跟马甲的关系啊。有这种可能吗？如果这个推理存在的话，那就是王春兰是卖淫女，王鹏是跟他女儿拉皮条的前科。爸爸，兰兰，你别怕，有大人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别紧张，没事的，我们走吧。大体的情况就这样。侯队，你说我的委托人是卖淫女，不太可能吧？她才18岁，还在念书呢。我说陈律，你第一天当律师啊？我们抓获过的最小的卖淫女，14岁。那这样吧，先叫我的助手和你们的人带王春兰去辨认发来的照片，证明那上面的女子是不是她。就这意思。是你吗？这是不是你？不知道。这个痣是不是你身上的？说话呀！我说了，我不知道。肖律师，帮忙验证一下。好。春兰，别害怕，看一眼啊。你说这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要想再隐瞒什么。春兰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什么事儿都是能说得清楚的啊。
小丽，你来一下，你坐那儿。经过这么大的变故，他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，直接问很难问出什么。要不这样吧，侯队，我建议直接做体检。这方面的问题，他做体检能靠谱吗？剧烈运动、骑车都能造成处女膜破裂，这你不懂吗？那也没办法，现在只能一项一项的排查。行，这你们的权利我管不着啊。那你总得跟人知会一声吧？不用，我有全权代理权。行，那我通知市妇幼保健院的鉴定中心，那是我们指定的鉴定医院。让他做好准备就行。行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这次鉴定的过程中，我希望我的助手肖静律师必须在场。这必须的，还得有2名以上有资质的医生在，我们的人也要在。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，以寂寞的镰刀，收割空旷的灵魂，抚几段的诱饵，捕获缥缈的唯美。我相信自己，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，不凋不败，摇曳如花。一路走来，一路盛开。我听见爱情，我相信爱情是一滩